王大老板，吉林首富吧，应该是。不看56频道见不到这么多的首富，你知道吗？说我是共产党的白手套，进常委之前我就是亿万富翁。我们炒股票，我前段时间输了10几个亿。他说我要是抓你，我想你有什么罪，你就有什么罪。我真小心你的官，我腾就走了。他说这话我都不爱听，这都是谁干的？这绝不是习近平什么中央干的，这都是下边为了制造恐惧。一个我恨了几10年的父亲，医生说马上送来吧，应该是不行了。Hello， 哇，这么多器械！来，这是你的俱乐部是吧？啊，对，这是我的球场。嗯 ，Hello。啊，对，你好，嗨，经理好友 ，YouTuber， 上的对 ，Yes 啊，还有东南，嗨 Hi, how are you? 啊对 Good， Good. 他需要衣服，啊，来吐，快吐，他们两个的嘛，吐，他是 No 吐 OK，No OK，Don't worry about that。快给他拿2个吐。好了，你们去哪？啊，去哪我们去哪？不跟拍你了我。不跟拍了，因为我要下女。啊 OK， 好， Thank you for calling here. 好，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哈。既然这个刘老板让咱们换衣服，咱俩就换衣服啊。但是咱们得掏钱啊，不能说那个什么免费的啊。好，来，咱们挑衣服吧，咱俩。怎么的？一会儿是什么行程安排？直接就打了是吧？我们12点就出发他打完球回来，就大家就收拾。哎，你们要去会场吗？会场啊，现在没人，你可以去一下会场，咱们再兜出来，贼美。啊，走。今天本来我们是40-50个员工的，后来来朋友，现在还不够，还要再来朋友，再来朋友。你看吧，等一下就，哦哟，你看来，这个是我们Central Walk，这个吴德狗，这是按我们收买的形式，吴德狗第一，梅菲尔第2，高尔夫球土。啊，这是这样一个顺序是吧？对呀，这是我在加拿大拥有的产业。哎呦，这我们球场只有一个，我很喜欢她，就一个女的，所有的花都她负责啊。这女的在这干了10几年了，我的天，她有点残疾啊，她有点好像是自闭症还是怎么的，就不爱说话哦。但是她知道我很好，我知道她很好，干活很好是吧？干活非常好。Hello， 你看她不一定听得见，她，你看她多美，她没有什么朋友，别人告诉我啊，但是她只有花，她很爱这个球场的花。如果你剥夺了她在球场工作和种花的权利，那她很痛苦哦。所以说，这么好的员工我们找不到的，这就是她热爱的东西。她热爱，她很爱，她比我还爱，对不对？我理解她，我深深的理解她。但她每次工作，我看着她的背影，我看着所有的花，我就想到她。我们 YouTuber 打个招呼。好。王大老板，维多利亚大老板，吉林的大老板。哦哟，吉林首富吧，应该是。吉林首富，哇！下回移民。这就得看56的频道，要不看56频道，见不到这么多的首富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56的频道东南，有上百个粉丝的观众量的。你好，大伟今天全程。好。来，快！经过简单的培训上岗，我真的是人呐，往哪儿走？哦呦，这个车是太难开了，这个刘老板呢已经没影了都。好，走，跟上我们的首富。我们的首富呢？王老板，来打球啊！这个偏左的，偏右的。你要对着左边插尺打才行。你老婆给你钱了吗？不是20块钱一个洞吗？平打呀。给你钱了吗？没给钱要放高利贷的我。没问题。
好球！哇，你看我，你看，来，快看看我们首富的这个风采。哇，你看他，好球！这太漂亮了吧！你打这个，我打的最好，刚才他们发了4个球，我打的最好。哎呦，真的漂亮！我这不懂的都看得出来。开过来。哪个是你的球啊？我的在中间呢，我的最好的位置、那个红的是吧？那当然了，过来吧。哎呦，我说你怎么穿个红衣服呢？那当然，我今天要赢钱的。哎呦，我的小伙伴们跟我赌钱的。赢了钱请我们吃饭啊，一定。我使劲了，但是在果岭边上，好球！我的天哪！谢谢。哦，天哪，怕！慢你，20块。我得马上给。哇，天哪！你这球也太厉害了！我都在那拍你，你还能进去？我以为你会紧影响了张，思维，影响了我的思维。影响了一点是吧？啊对但还是进去了，洪总，你这几个投资给咱们华人争光啊！太厉害了啊！都是在 BC 省最有影响的几个项目。哇，感谢你说这话啊！就是你真是投了我，我都来了20年了。是吧？对啊，这几个项目在当地非常有影响。哦呀，听听，给华人争光，华人争光，这绝对得播出去。这啊，东南我是不认识他的，而且影响了我刚刚认识他的。影响力非常大我。们没有彩排过吧？没彩排，那没有，确实没有。哇，人来了，嗨，嗨耶，哦，thank you，欢迎，yes，这个是谁呀？啊，他是一个这里的一个会员。哦来，I'm the music guy。哦，他是今天，I'm the music guy，音乐的。哦，good beautiful。 What's your name, sir? Mark. 魏宏烈。韦宏六，Mark，哦，我在哪儿啊？老板，你在前面。哦，是以后我跟后面你是主角。 ，yes，哇哦，哎，还逗你，哎，要钱来了。那个不对，他买份了60块钱啊。60块。啊，对，我刚才我太太，我管她要，她不给，她以为我是护了她。没有啊，是，啊。后来那个谁管她，确实输了，他就把钱哇，给我了。这个这样吧，这件衣服就当60块钱，那不行，就把衣服给他。钱妈你比较重要。一个人60。啊，对你分吧，啊，这还这才100一共180，你输180，200，哎，找20。我有20。啊，也，他输了，他不是技术问题，他是心态，还有不熟悉场。他说他主要是比不过你那个小腰，我们3个人跟12岁小姑娘。这是我们深圳的律师黄律师，你好他现在移民来我们公司做打杂的，什么都干，什么都干，没错。啊，未来3、4年、3、5年老总级的，二哥，你小啤酒喝了，今天还给我照常翻译啊。这是我维多利亚很好的朋友，啊，他刘老板，他是做房地产开发的，就 YouTuber， 100多万粉丝的。那我出名了。我想藏也藏不住。开始吧，我们可以早一点开始啊。对，可以早一点吃饭，我们午餐都没有。Start. OK. Dear leaders, guests, ladies and gentlemen. 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告诉大家啊，今天有100万粉丝的东南，
关于移民YouTube 频道。OK， 我和我的同志们、和我的朋友们、我的会员们在这里 happy， 大家下午好。I'm so happy to see everybody here, and we'll have a nice party tonight. 我很激动，也没有准备，但是我以后不会是主角了。我发现我的同志们都有进步了，我的商场，我们的商场，我们的高尔夫球交给你们，我可以去旅游了。横是我还有第二次爱情了。So since you are working so hard, and she has much more free time, and she traveled quite a bit last time, and she feels she has more time to looking for her private life. So you know what I mean. Thank you， 我的简话完了，谢谢。Thank you very much, everybody. 东南，这是我好几个朋友，好几千里，美国的、深圳的来参加活动。哎呦，你刚才讲的多好啊！真的是你讲的都是从心里话，感谢你的。3、2、1，切的。这是我们最美的土巴森最亮的美女。Go， 你要主动啊，主动啊。Thank you so much. Everyone. 给我们放到 YouTube 上啊！我们4大美女，这是我们梅菲尔的老总王雪梅，年轻有为，她来移民，可是她以前上大学学英语，做幼儿园的老师，现在她是梅菲尔大商场8万多平方米的商场的老总，讲2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很激动，因为是老板给我这个机会，总是在支持我，信任我，帮助我，而且教导我去学习进步。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个机会，我也希望是将来能做得更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板。我是深圳的企业家。我1998年是广东省政协委员，6年之后我又进入广东省政协常委9年。我来深圳完全是第2次创业，就为了实现我的理想，但是没有人告诉我的理想是什么所以说一路走过去，一路学习。我赶上了中国最好的30年，我碰见了很多好人，他们都说那个时候你那么渺小又没有朋友，那个眼神望着我们我们都不忍心有一点非分之想，而且一心一意的帮助你成功。我认识了好多这样的朋友。你自己觉得你是特别成功的人吗？我很成功，我很满意我的一生。我能给从那个特别痛苦、特别贫穷、特别恐惧的童年走出来。我实现了我的理想，带着弟弟、妹妹，包括他们的孩子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做多大发展企业，而是把自己的孩子们教育成人。无论他们选择平凡的生活还是伟大的生活都没有问题，只是快乐健康，精神健康，行为健康。把孩子们送到香港、美国、加拿大去读书，这是我最成功的，我超越了我的能力。你觉得你幸福吗？开心吗？现在我非常幸福。我呢，我的生活很逍遥。其实你知道，我赚钱只是为了实现我的理想
我的创作要实现，我跟赚钱没有关系。我买了一张保险，是亚洲第一张保险，3300万美金，一次性付给红利集团保险公司，加拿大第一大的，在香港买的这张保险。等我死了，8个孩子，每个孩子多的分2000万，少的分1200万美金，不用交税的。你明白？这张保险足够他们平安幸福的过一辈子了。中产阶级生活是没有问题的，买个房子，完了一边打工一边用这些钱。卖保险的说：“哇，我们没有，李嘉诚没有买过这样的保险。李嘉诚有钱，他没买过一次性付3000多万美金的这张保险。”你在人生中走这么多年，有没有后悔过的事？我们炒股票，我前段时间输了10几个亿港币，在香港炒股票，白天夜里炒了2年股票，起早贪黑的炒，我变成了股神了。可是结果我输了一塌糊涂，但是我也没后悔，那是一个经历啊。我这边买了几个大项目，给他赚了10个亿、8个亿的，这边我又输了10个亿、8亿的。好彩这家底还没动摇，所以说我买的保险是对的。万一我糊涂了，投资错误了，世界经济危机了，打仗了，我的朋友告诉我，说在经济问题，美国、中国所有的地方乱了，新加坡和加拿大都不会乱，就是新加坡、加拿大也乱了，全世界没好的地方。所以说大家都亏了，没所谓。你在你的这个创业过程中赚到多少钱，在那个节点你突然发现自己是有钱的？这个问题你是第2个人问我。2007年，我人在北京的家里团结湖公园，我的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副总就跟我散步，他说：“老板，你昨天收到钱了吗？”我收到了，按合同约定，在香港账号上呢，4个多亿现金。他说：“老板，你昨天晚上睡着了吗？”哎，我说我睡得很好啊。哎，他说你现在有什么感觉？我说没什么感觉，确实我有钱了，我整天奋斗，从来没有过4个多亿现金的，随便去取银行，香港是自由的。他说：“老板，我真服了你了，你还不是香港拿你的钱？我香港这钱在我的账号上，跟我有关系吗？但是我可以去拿，但是我得计划计划。我真的，你这一说，我得考虑考虑，我得跟我妹妹弟弟商量商量，我们怎么去挥霍下去。其实这个4个多亿的现金我感觉到不是什么东西。当年我赚到1万块的时候，我藏在我家我塞到那墙的空里面。我这找的那个破箱子里，包在衣服里，最后我的钱都放在哪里我都忘了。我跟我妈找钱，动不动会找出来一堆。那时候每天都收钱呢，每天都收1-2千块，去了本钱都能赚上10%、5%批发。那个时候，哎呀，每天都很兴奋，睡4-5个小时，年轻，17岁、18岁，所以那个时候才叫有钱。那时候实实在在那个钱在手上。一沓子，10块的、5块的，那时候有没有100块的不知道，反正很有钱，整天忙活这个钱，我都烦了。这会儿，如果这个观看节目的这些个网友里有人想像你一样成为亿万富翁，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？如果自己觉得我这一生就是要追求财富，我就是羡慕有钱人，那就坚定了自己的意志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上走，抓住当下每一天，严格的要求自己。我20多岁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能成亿万富翁、100万富翁，不是100万富翁，100亿富翁。但是我都严格的要求自己，很自律的，早上起来，正常的出去工作，而且每一天早上都是照着镜子，今天我最美丽。我是可以的，我行，
我能干，我一定能成功。所以坚持着，有恒心，自己追求幸福一定能追求到，追求财富一定能追求到，坚定。因为就像你们这种有钱人呢，也有很多的人有一些个在我们看来是坏习惯的啊，比如说去赌博呀，去碰一些违禁的品啊，甚至是做一些东西。你自己人生中有没有做过一些个有钱了以后做过一些坏习惯？其实我非常自律的，去赌一下，喝一点酒，以前我经常去的，但是每一次去，我说今天我只去列治文那个赌场，我今天只拿500块钱现金，我只输了这些我就不玩了。输了好多次500块不记得，赢了100块那个感觉记得很清楚，睡觉都在那乐。我只是规定自己，因为我的钱来得很辛苦，都是我一点一点挣回来的，所以我从来不挥霍。你看像你这样真正的有钱人，就是生活里我跟了你1-2天也是非常普通哈，开的车也是最普通的特斯拉。为什么有很多的工薪？我有劳斯莱斯，我有兰博基尼，我还有奔驰，我还有那个小红跑车叫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叫什么跑车都不知道？是啊，我不知道那个车很怪，很便宜，10万块钱加币。我告诉你，东南，因为你没有了，你老问我这个问题。哎呀，你看你开个特斯拉，很舒服，很开心。你怎么不开你的好车呢？因为你羡慕好车的人，你跟我的级别，你没办法理解我，我理解你。因为我已经成功了20-30年，我根本不在乎一个男的过来开一部什么300-400万的跑车过来，好车，带着什么几百万上千万的表，我连瞄他一眼都不想，我只觉得这是垃圾。但是他一个普普通的男人坐在我身边，眼神气度皮肤跟我一讲话，我马上知道他是一个非凡的人，是一个我想跟他学习的人，完全不一样。一个人在我面前，我是能看透你的。东南，你坐在我面前，你这个年龄一报，我都知道你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经历。我是这么一个小精灵，你还让我追求辆车 ？No， 怎么健康还是怎么来吧？好，我那些秘密就别说了。你知不知道有哪些个赚钱的机会，或者说致富的机会，但是你没有时间去做？现在是的，现在这个机会很多，因为我一直研究经济危机、经济波动，像股票的纹路一样的波动。比如说温哥华吧，因为最近嘛，很多人破产啊，包括大中小的老板们。这时候如果能捡到漏，法院拍卖的啊，急等的用钱的，破产的，这些都是机会之一。疫情阶段，那些餐厅全倒闭了，好几家。我有个朋友，32公馆，川普大厦是当，人家捡的那个90万加币，那个酒的价值都70-80万，不要说那个豪华餐厅了，1年回本。这就是机会，机会留给有准备、有知识的。自己知道那个领域研究透透的，对你自己的人生你要负责任，对你投的钱，无论是借的还是自己的还是朋友的还是合伙，特别的要遵守规则和诚信，这样老老实实做一件事儿，不要我要开一个餐厅，一开了遇到一点困难，我不干了，破产了，赔了，不要这样。你要对自己负责任，对朋友负责任。传统行业不一定是夕阳行业，传统的东西啊，它要改造升级，就变成新的东西，大家需要的东西。我劝大家你想投资的领域一定要研究透，一定要慎重，而且抓住机会人气我取所有人都抢的这个事情咱不要去了
啊，天上掉馅饼也砸不到你和我。我永远都是这样，别人去抢，我从来都不行。有的人说你的这个致富啊，跟你是这个长尾分不开，你觉得你？哎呦，天哪！应该是91年我买大奔驰的时候，警察老抓我在深圳，老罚我款，因为我着急啊，经常乱开车。我就挂了一个军牌，假军牌，朋友送的。他说：“你要是有人抓你，有人查你，找我。”也是部队人送的。那个时候深圳很乱，开着这个车，满大街这回警察从来不慌，看见我来了冲红灯，装看不见。这是中国的制度，当时真是无知无惧，要分分钟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我致富是刘华清的侄女，说我刘华清的情妇。你说我常委，我进常委之前我就是亿万富翁了。这个呢，在中国来讲啊，东南你不知道。如果你是政协委员、省政协委员，深圳市的公安不敢欺负你，公安不欺负你，黑社会就不敢找你，他们是一起的，他们养的，互相养的。所以说我减少了很多麻烦。但是我确实是靠自己上来的。比如说我吧，你来温哥华还靠常委，你怎么不说我靠脸蛋儿起家的呢？东南，说这话我都不爱听。我本小姐是靠自己奋斗上来的。我当年一个人卖冰棍儿、捡煤糊、做小个体菜市场什么的，这都是要靠脸蛋儿和常委吗？我是一点一点从上面上来的，上天护佑，在那个动乱、疯狂的那个时代，没人为车祸呀、疾病啊给我带走，这一点我就感谢上天。你不要听信这谣言，这个前几天登报纸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应该是5、6个月前吧，温哥华一个老外，知名的报纸、知名的记者说我是共产党的白手套。我告诉你，我回去还不一定能不能出来呢。所以说我反对共产党中的坏人，因为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不择手段的欺压百姓，什么封城啊，什么大白话去抄人家呀，去给人家消毒啊，人家有没有病都说人家得了病了，疫情。完了给人家强制的隔离，孩子给人家抱走了，他妈的妈妈给人家扔在家里了，孩子得病了，你说多么残忍的地方？这都是谁干的？这绝不是习近平什么中央干的，这都是下边为了制造恐惧，为了制造惨无人道的人间的那些事故，而且不择手段的。哎呀，我们又扯远了，东南不跟你说了，这些事情啊讲不完的，真的。你看我的性格，会是靠什么常委，靠着某个人吗？我不进政协委员，我在中国我早被人碾死了。我告诉你，记者打完记者去了工商局、税务局、卫生局、经侦局、公安局，叫经侦局说你把刘伟红抓起来。我们的那个老板说了，他是犯罪分子，一抓起来一审就有罪了。经侦局就派2个警察到我公司，一看我稳稳的坐在那儿，就说我们要调查你这件事。我说你不要调查我，我不接待你我是政协常委，如果要抓我，你必须有逮捕令，你连个传票我都不理你，因为你首先去政协，把我政协常委取消了，你才有资格传唤我，你懂不懂？连法院都没有资格抓我。好吧，我去调查你们公司其他人可以吧？我说你去吧，随便。我知道法律啊，我懂啊。后来有个老乡，经侦局的政委，
中国的朋友说让我去一趟走走形势。后来我寻思不给面子，我也在这个地头也没办法混呢，我就去了。他就跟我聊，他说早就久闻你大名了，你是7个不服8个不惧啊。我说理应，我跟你犯不到任何东西，你有原告，你有传票你就拿来。你开传票的时候可是你的领导不给你批的，因为我是政协常委，你必须把我的常委撸下来你才能传我。他说我要是抓你，我想你有什么罪你就有什么罪。我说谁告诉你的？我说今天我们的谈话，现在我们已经谈了15分钟了，今天我的谈话我全录音来。我说你敢搜我身，我就敢告你非礼。我说对不起，我走了。今天的你要抓我，香港记者、外国记者都会报道的。我刘伟鸿搞企划是最厉害的，搞媒体我是最厉害的。我说我最会炒作的。我说你小心你的官，我腾就走了。晚上朋友吃饭，我知道他参加，叫我去买单，我就不去。后来朋友说你都请好了人，你赶紧过来服个软就没事。我说为什么要服软？我没犯罪。我就去了，中间我去的，我得买单呢，说好了请人家吃饭呢，我去了。他说我今天佩服你，咱俩是老乡，那个领导啊，刘小姐，我喝3杯，你把那个录音给我抹掉。录音有人带到香港去了。酒过3巡，那个时候我喝酒，也没办法呀，你遇到这些鬼事，我就借酒也消愁。我酒喝一半，我说我根本就没有录，你信吗？所以说，在那个时代，东南，在那个环境，你要不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你能活着出来，还能带着钱，带着家人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事实。先把你抓起来，在外面报纸一登，你说你有什么罪，你就有什么罪。哎，没有罪你消失了，中国消失多少人呢？哎，我们私下说不谈中国的黑暗面，不谈政治，我老是控制不住，所以有时候我就不想回去了，不见不怪。听到那些事情，听到最近发生了深圳啊朋友发生几件事，我是要我的性格，我又要打抱不平啊，我经常打抱不平，惹了不少人。哎，这个中国问题连习主席都没办法解决，我还在这个不。刘老板，你在那个无论是跟我见面之前还是见面以后，你多次提到你童年的事哈，你说你童年比较凄惨，比较悲惨，就是你的童年对你整个的人生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，是吗？5月26号，我爸爸入土，进入我给我妈妈买的我们家族的坟。这个我决定这个事情很纠结，1年多了，我都不想让他入我妈的坟。我能变成吃这么多苦，背井离乡，整个人生都是因为他一个我恨了几十年的父亲。我经常问自己，为什么生活在那么差的家庭，那么穷，那么不好的父亲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其实我纠结了1年多，这1年我忍住不回深圳，我一直在思考，让不让他入我妈妈的坟。其实他对不起我妈妈，就是因为他摧残了我的妈妈，他让我妈妈干
干活挣钱养我们，磨菜刀，打铁链子，那个火粉尘铁沫吸到肺里面，最后得了肺癌。其实我最后一次送他去医院住院，我跟医生说他的手也麻了，到了头也好像没有知觉。医生说马上送来吧，应该是不行了。他好像自己也知道，他回头就望着我家的别墅和孩子们送他，记得很清楚，一个大面包车，我陪着他上车，他说让我再看一看这个家，看看孩子们。从深圳送到广州就治病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很恨我爸，前几天他入坟，我特意没有回去，因为我不想他是我妈的坟，我不想我妈再嫁给他。好像我那天晚上睡得也挺好的，就再也没想这个事了。他终于可以跟我妈入坟了。他死的时候还怕我不原谅他，很奇怪，他望着我，好像让我原谅他的感觉。他这个人很有福气，到老了谁也不敢说他一个不字，经常喝茅台，抽着中华。70多岁我妈死了，他还经常去抠女。人一点都不公平。我的妈妈为我们付出很多，可她到她从我记忆到她死那天，都是吃香的喝辣的。我们像奴隶一样的，为了刘家，为了我这个姓而干活，而奋斗。他从我记忆到死那天，都很幸福。真的，我说出来，我觉得也好舒服。我一直想找人说，也没有找过人说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那咱们就问一个你可能还是不太想回答的问题啊。我知道你经历过这样的童年，你现在你也说你没有原谅你父亲啊。我想问的是，你爸爸有没有在你有钱之后或者成功之后表扬过你？他的这个表扬过，他认同。我妈妈去世以后，我有1年多一直想撵他回哈尔滨，因为哈尔滨有房子有佣人，什么都有嘛，为我妈做点事儿，好像我能把我爸撵走，就是能为我妈做点事儿。但是每次我爸其实很有水平，现在想想我爸是有水平的，他就一看见我就说：“哎，我昨天晚上又梦见你妈了。”我马上就同情他了，原谅他了，因为我经常想我妈，经常在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妈呀，你好像就在我身边一样的，你跟我在梦里见见，聊聊天什么的。以前我老忙于生活，老没顾得你啊。你有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，都是我的过错。我经常会跟他自言自语的，因为我认为他是能听到的。但是我爸这一说，我马上觉得我爸确实在想我妈。我爸骗了我2、3年，其实他有没有梦见我不知道啊。总之他就见到面就给我来这一套。因为他现在入坟了，我这几天想他这些问题。以前我是有时候我想一想，我能这么坚强，家里能这么富有，孩子这么听话，其实他真正塑造了我。因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坏爸爸，我不能那么早就走进社会，把我锻炼的从小就有勇气、胆大、智慧，都是他给的。
逼的，真的，他没有说让我去，但是我一有钱了以后，他有儿跟我要钱，他就不再打我。啊，我妈妈也能，妹妹弟弟能过上好生活。你跟你爸爸推心置腹的聊过吗？就聊没聊过他小时候为什么那么对你，在你成长以后？我一提这个事儿，我爸就说：“哎呀，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儿，打你都是为了你好。你看你现在多好，多听话。”他认同我，他很精的，他知道谁有权利，谁有能力，他一直跟着我。我来深圳了，89年就新房入住，他马上让我妈和他提前退休跑过来跟着我们，就是他多有智慧呀！那个时候啊。他虽然看不惯我买摩托车，我买汽车，他眼红我，他觉得他是霸王这个家里，现在成了我是霸王了。我继承了我爸的勇气、智慧，继承了我妈的善良。我跟我爸两个也谈过好多回。其实我骨头里头非常传统，我自己姓刘，不允许改变我姓刘。我希望我弟弟给我生男孩，都姓刘，娶老婆回来，接着再生孩子。我骨头里的非常传统，我是一个我妈的善良的人。我看见穷人，我就要给点钱，我能想他自己穷的时候是怎么活过来。我看一场电影是感动的电影，我从头哭到尾的，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命运是很垂爱奋斗的人。我91年就开奔驰320了，新款，什么我的好车劳斯莱斯，什么兰博基尼，我都在这圈子玩过了。我现在这个年龄，如果还玩这些，我就死得快了。我现在正计划去日本的温泉去度假，约上我一个好闺蜜，最好在那里再有个艳遇什么的。当我死了，我能带走什么？我怎么来的，我就怎么走。